水里月，未曾如掌控内，成败恩仇恨爱，怎去篡改？从幻变的世代，既然难得你在，何是天地偏偏换我来？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于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爱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用時歸去有來，漸慢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現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再回來。看看有什么早餐吃。参见吴侯，周都督。我们专程来等几位。吴侯是否已对结盟之事有所决定？周都督想先去江夏视察环境，结盟之事再做打算。也只是循例看一看，而且各位来了东吴做客，礼貌上我也应该亲自去江夏拜会刘皇叔。双方结盟，互相了解兵力，应该。诸葛军师若是同意，我们即日启程。各位请用茶。刘备一直闻说，东吴大都督既年轻又有才干，果然闻名不如见面，气概不凡。年纪轻轻就能够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真是不简单。世人称你为少年豪杰，你果然当之无愧。哎，各位。过奖了。说到年轻有为，怎么可以不说你们的诸葛军师呢？年纪比周都督还要年轻，已经闻名天下，实在令人拜服。孔明怎能跟周都督相提并论？周都督早已扬名天下。诸葛军师太谦虚。总而言之，两位不相伯仲，都是当今天下第一军师。不止他们，在座各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这么多能人一起合作，一定天下无敌。我也很有信心，只要和你们东吴结盟，双剑合璧，曹操必败无疑。不错。新野村的百姓刚刚经历一场瘟疫，要好好休养生息。这里和热闹繁盛的东吴真的相差甚远。但是我看到这里个个都笑容满面，日子过得很开心啊。全靠诸葛军师安排的好，江夏这个小地方，人人都有房子住，还有农地可以耕种，自给自足。虽然田地比较贫瘠，军师就教他们种一些适合水土的农作物。总之一句话，人人有的吃，有的住。周都督，请。博望坡这一役，打得夏侯惇一败涂地，落荒而逃，全是靠诸葛亮用兵如神呐！诸葛军师，诸葛军师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教我打仗啊！我也想当军师啊！小朋友，静一静。今天有上宾在，不要失礼。这位就是周瑜周都督，当今最出色的军师。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你打仗真的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。哎，周都督，你赢过那么多场仗，哪一场赢得最威风、最开心呢？就像博望坡一战那么轰轰烈烈。东吴偏安那么久，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上战场了。周都督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。小朋友，你们乖，去玩啊！禀告军师，周都督的夫人刚到新野村，如今就在祠堂。
夫人，夫君，你怎么来江夏了？因为我想来这里了，我也想见你。我听夫君提过，你说江夏的百姓生活困苦，所以我特地来这里派发粮食救济他们。乔夫人亲临江夏派粮，真有善心。又美又有爱心，这是难得难得。啊，多谢多谢，不必客气。周都督、嫂夫人有如仙女下凡。你今天的服饰非常华丽，而且还很独特。是吗？都差不多。不过我对每套服饰都有讲究。看得出，你在这方面很有心得。可能是娘自小对我的栽培吧。荆州乐曲的风韵，却是比我们东吴的轻缓纤巧得多啊！周都督真是专家口吻啊！周都督对乐曲很有研究啊，只是略懂皮毛。哈哈，何止略懂皮毛，都督还弹得一手好琴，誉满江东啊！是吗？今天这么高兴，周都督就赏脸即席演奏一曲，让大家欣赏一下。好啊！夫君，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的琴音，妾身陪你一起弹，那更好啊！好好好，既然各位盛意殷殷，公瑾就献丑了。好，周都督和乔夫人，这是令我们领略到何谓琴瑟和谐。两位真是超级合拍，天生一对。周都督琴艺卓绝，可谓绕梁3日。我们粗人呢，只会舞刀弄枪。那说真的，其实我真的不懂得听。哎，张良军勇猛过人，威震四方。其实公瑾一直想见识一下你的矛尖刃开双锋，形如蛇蛇的丈八蛇矛。多多的剑术也同样超群出众。咦，要是两位比试一下，大家都有眼福哦。周都督，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，那么就让我用我的丈八蛇矛跟你切磋一下。那恭敬不如从命。承让承让，周都督身手不凡，这是文武双全的旷世奇才。今日有幸听到周都督的琴音，看到你的剑艺，真是令我叹为观止。诸葛军师深藏不露，还未出手啊！孔明真是惭愧，琴艺未精，对武艺更是一窍不通。其实诸葛军师只喜欢浸淫在兵书之中。要是军师肯跟我和二哥学学耍剑射箭呢，今天会更尽兴啊！孔明只懂得在兵书之中寻找乐趣，但是好的兵书不外乎《孙子兵法》或者《军理司马法》等等，相信军师和我都看得烂熟，有必要一看再看吗？我夫人帮我翻译了很多西域的书册，里面有很多新颖的兵法，对行军打仗很有帮助。孔明可以送给周都督，一起参详商讨。公瑾就此谢过。大家起快。怎么不见甘夫人？我也很想认识她。夫人最近潜心修道，这几天是她闭关的日子。真遗憾，缘欠一面。大家随便下筷。乔夫人，不合口味啊。她吃惯东吴的口味，不习惯。乔夫人喜欢如何烹调，我命张善再煮。不用了，是我自己口味独特，何况我也不饿。你没把头头尾尾放下去吧？只放水鱼肉嘛，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多放些棋子啊？夫人的挚爱啊。已经放下去。哇，周都督这么晚，好香啊！能吃的。是啊。哦，乔夫人吃不惯刚才的食物，肚子饿，睡不着吧？咦，哇，这个长相面孔陌生，你自己带来的？
哇，水鱼啊，这里没有的，也是你自己带来的。把这些放下去。明白。水鱼汤再熬半个时辰，就端去给乔夫人喝。是，都督。啊，一碗水鱼汤也亲自监督。周都督呢，这是很疼乔夫人。对了，是不是要疼老婆才能当上军师啊？诸葛军师呢，也是很疼诸葛夫人的。你怎么做下人的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谁叫你乱碰我的东西？对不起，乔夫人，刚才我见你房间有点乱，所以本来不乱，不过现在东西摆放的位置都乱了。乔夫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叫你进来是整理我的床铺，因为床铺是你们的，不过其他东西是我带来的，很名贵的，没我的批准，不要说收拾了，你碰都不能碰。是。夫人，他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次就这么算了吧。是啊，大人大量嘛。对不起，乔夫人，我以后不敢了。我不想再看见你，你出去。桑柔，我没事，我还有活干。周都督，没看见乔夫人。夫人来了江夏之后，水土不服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夫君呢？我的镯子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偷了。你找清楚没有？我找清楚了，找得我手指甲都花了。你看，哦，是他，一定是他偷的。我一直都戴着，晚宴的时候我还戴着。是他进来整理我房间之后就不见了，一定是他偷的。我没有。乔夫人，先别急着下定论，不如先查清楚。乔夫人，桑柔在我府中多年，她不会做出此等事。是啊，夫人，两位说的没错，先查清楚吧。不必再查了，夫君，你也看见，只有他一个下人进我房间收拾，还把东西弄乱了。还有啊，他一定知道我的镯子很名贵，所以他就偷了。没有，夫人，我真的没有。其实呢，无证无据，很难一口咬定是桑柔偷的。好啊，你要证据是吗？到他房间去搜。别把这件事闹大。乔夫人，我叫工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给你。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就算你再做一个，也不会跟我娘那个一样。不行，一定要搜。既然这个镯子对乔夫人很重要，搜就搜吧。主公，你不相信我？主公，这位婆婆说有很重要的事要见你。刘皇叔，我拿这个镯子来还给你们。镯子怎么会在你那儿？哦，原来真的是你落下的。我今天早上一打开布袋啊，就看见镯子，就猜到啊，一定是这位夫人不小心掉在米袋里，我就马上拿过来给刘皇叔。多谢婆婆。王长史，送婆婆出去，给予赏赐。是。嘿嘿，好了，真相大白就好了。原来有人自己不小心，以后派米就别带镯子了。不是，一定是有人知道我的镯子不见了，所以找个婆婆当理由，把镯子还给我。哇，你比我还会耍赖啊！既然已经找到镯子了，就无需再追究下去。是有人手脚不干净，昨天晚上镯子还在，派米怎么会不见？乔夫人，你还这么说，实在很侮辱人啊！大哥，为了还桑柔一个清白，一定要把这件事彻查清楚。乔夫人，你刚才所说，晚宴的时候你还戴在手上的。当然了。那就奇怪了，相信大家应该记得，昨晚周都督和乔夫人琴瑟合奏。那又如何？当时要是乔夫人戴在手上，那弹奏起来必定有所阻碍。但是当时乔夫人的琴声顺畅的有如行云流水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乔夫人当时手上已经没有镯子，只是夫人毫无察觉，所以镯子应该是在派米的时候已经掉了。嘿，乔夫人，这样吧，你不相信，带上镯子再弹奏一次，看看如何？哦，一场误会，弄清楚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乔夫人找到你娘的遗物。我不想跟你们说话，我不喜欢这里，我要回柴桑。我家乡有个算命的说，一个人要是长期嘴角向下，运气会不好。
夫人有病的，为了个有病的人哭丧着脸，太划不来。她有病？公主病啊，病症是自私自利、自恋、自满、自负、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和自己看不清自己，再加上没知识、没教养、没礼貌和没责任感。怎么有这样的病吗？我家乡有很多，不过乔夫人呢，算是很严重的那种。哇，娶了她真是短几年命也愿意，宁愿早死几年也不想对着她。对，会笑了就好。其实我没什么，那些只是小意思。我们身为下人的，应该学会凡事忍让。你已经忍惯了，我不明白周都督怎么受得了他老婆，一定是贪图美色。可是那么野蛮，再漂亮也没用啊。说到找老婆呢，诸葛军师比他强太多了。诸葛夫人只是内在美啊，就稳赢乔夫人的外在美了。都督，这几天在江夏的观察所得，我已经记录妥善。你那份是什么？啊，是西域兵书。诸葛军师之前提过，他刚派人送过来呢。哦，你看过了吧？啊，有何心得？不妨实话实说。那里记载的兵法，确实值得参详。有这些西域兵书的辅助，难怪诸葛军师在保望坡用兵如神，以弱胜强。要是你认为诸葛亮很了不起，你大可请辞过去，誓死追随。都督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是你想向主公推荐，叫主公招揽诸葛亮过来做他的军师啊？怎么会呢？你要记住，主公有我这个军师已经足够。当然了。因为天下第一军师只有一个，当然是都督你了。诸葛亮，论文才武略，他哪一样比得上我？我征战沙场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个隐居田园、无名无姓的书生。诸葛军师，陆军师，还给你。都督说，里面记载的西域兵法对我们东吴并不适用。明白。我前来向你辞行，我们准备明早启程回柴桑。这么快？是不是周都督不满意我们的招待？陆军师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我看得出周都督对孔明的态度已转变，是不是我说了什么，或者做了什么令他有所不满？4个字，文人相轻。文人相轻，这种事真的无法避免，千百年来都是这样。只希望不会影响结盟之事。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问题。陆军师，你我一起为结盟尽心尽力，最不想的就是节外生枝。不过你智慧过人，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。夫君，为何是烦忧啊？夫人，若是女人和女人之间心存嫉妒，或者争风吃醋，你会如何应付？妾身从小到大都不起眼，未曾招人嫉妒。啊，夫君，你是为了周都督的事烦忧？周都督对我有意见不要紧，最怕影响结盟之事。如今最关键的是周瑜，武将有何不满，会不吐不快。但他表面是个武将，骨子里他是个文人。文人相轻，我相信，无论我如何与他商讨，也很难令他改变。倒可以兵行险捉。夫人，你有何办法？正好利用他的心胸狭窄，我看得出周都督以娶到国色天香的乔夫人为傲。我曾经看过一篇词赋，里面所提及的未必相关，但是假若我们利用这篇词赋，再加上夫君3寸不烂之舌，应该可行。周都督，轿子已准备好。劳烦军师，连日来要军师费心，公瑾感激不尽。是孔明分内事，无需客气。都督，军师请。我会把这几日的见闻如实向主公报告。结盟之事，
还是要交还给主公做最后的决定？孔明想说的，并非这件事。都督可曾听过一首《铜雀台赋》？世上有众多词赋，这首公瑾从未听过。原来都督没听过这个传闻，孔明还是不应该说。何传闻？与我有关？如果是军师不说，就太不尊重公瑾了。是谋士之间的传闻，他们说东吴无需动干戈，也有击退曹操大军的良策，所以不需与我们结盟。良策与我有关？传言是说，曹操在漳河新造了一座金雕玉砌的楼台，叫铜雀台，拿来广收天下美女。他说什么？这个好色之徒想干什么？他久闻江东乔公有2位千金，貌若天仙。他曾有誓言，一愿扫平四海，完成帝业；再愿便是得到大小2桥，收藏于铜雀台，以乐晚年。哎，传言终归是传言。你说的《铜雀台赋》是曹操所写，你们就是说这件事啊？是曹操文才最好的儿子曹植所写，从许都一直流传到江南。里面有一句：“立双台于左右兮，有玉龙与金凤；揽2桥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。”揽2桥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。曹操你太过分了，居然连我夫人也敢觊觎！他敢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本来就是个毫无羞耻的人。这个人，人神共愤，人人都要诛之。东吴跟他势不两立。我当然知道都督不会妥协，但是谋士的传言真是不堪，居然说东吴为了平息干戈，会把大小2桥送与曹操。他当我们东吴是何物？当我周瑜是何人？我当然不相信，都督是贪生怕死，奉上夫人以换取安宁之人。但是传言始终有损都督声誉，甚至影响你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我会叫所有无聊之人闭嘴。我会证明给他们看，我周瑜顶天立地，是要把这个好色老贼打个落花流水，旋席而逃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残害百姓，愚弄世人，我们无法再容忍。誓手出兵，尽解民困。好，鲁军师，召集大臣，准备一切，与刘皇叔结盟抗曹。是，主公。主公，公瑾只赞成抗曹，并不建议和刘备结盟。我们独立抗曹。我们东吴实力雄厚，独立对付曹操同样有胜算。事关重大，一定要考虑周详。我已经研究过了，以我们东吴的兵力，一定可以战胜曹军。都督说可以，就必然可以。但是刘皇叔与我们商议结盟已久，既然我们可以独立战胜，胜利就应该独享，有必要让别人分一杯羹吗？没错，我们在曹操身上赢得多少，就应该得到多少。好，孙权已决定独立抗曹，不与我们结盟。所以我马上暗地来通知你们。为何有这个决定？是周都督主张，他们还一起去游说所有大臣，大家已经同意了。刘备兵力不足，老弱残兵更为数不少，对我们并无帮助。我们东吴坐拥6郡81州，兵多粮足，根本就有足够的实力与曹操周旋，不需要依靠外力。独立击退曹军，我们东吴便可镇灭敌人，万众归心而得天下。怎么会这样？周瑜不止放鸽子，还抹黑我们。我一直都认为结盟才是对大家最有利之举，我也不明白周都督为何要这样做。我们来往频密，你们要小心我们商议结盟的消息外泄，加速曹操挥军江夏。多谢鲁军师提点，在下也不便久留，告辞。请。主公，鲁军师说的对，结盟之事一定要保密。不错。无需保密，反而要把消息发放出去，让曹操知道我们想和东吴结盟，还几乎成事。禀丞相，我们收到密报，刘备、孙权2个居然私下勾结，商议结盟，对抗丞相。
东吴偏安多年，甘于安逸，怎么会起兵啊？诸葛亮善于诡辩，要游说孙权并非难事。孙权又如何？我顾虑的是刘备这个老家伙。禀丞相，我们的内应回报，刘备、孙权确实是密谋结盟，孙权还派了周瑜去江夏筹谋此事，但是不知道为何最后未成事。看来这一切都是刘备在惹是生非，这个人真是非出不可。今日刘备虽与东吴结盟不成，但是他为人百足之虫，一定要趁他没有任何图谋之前，一举铲除。丞相英明，刘备真的要尽早铲除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程军师，传令下去，大军做好准备，克日攻打江夏。是。且慢，丞相无需心急，文若认为一切应该从长计议。荀军师，还需要记忆什么？难道丞相会打没把握的仗吗？再迟疑，刘备真的死而不僵，有机会翻身。韩军师言之有理。丞相，刘备败走江夏，瑟缩一角，实力有限。相反，我们要提防雌伏多年的孙权。皇后如此，他只是个贪图偏安的世家子，怎么会是雌伏的猛虎？孙权治理江东以来，这几年做到兵足两广。相比孙坚、孙策在位之时，东吴强大了很多，不得不防。而且孙权肯与刘备密谋，不怕触怒丞相，他应该不再甘于蛰伏，想有一番作为。一旦挥军江夏，孙权便会有机可乘。所以丞相，我们需要的是做好对东吴的防线。文若言之有理，我们不应该意气用事，就照文若的意思去部署吧。是。大哥，三弟，曹操方面有何动静？曹操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往东吴布防。果然和军师想的一样，和我们相比，曹操更怕孙权。诸葛军师张扬结盟这个消息真是妙啊！我对周瑜的激将法不成功，唯有走这一步，令曹操认为孙权才是他最大的威胁。本来周瑜想孤立我们，如今反而令我们更加有利。军师这招攻心计果然奏效。这次我们真的可以坐山观虎斗了。简直渔人得利，坐在这里捡便宜。也不可以坐在这里，我们要趁他们成为对峙局面之时，加紧练兵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加紧练兵。文若，你急着要大家来商议，莫非东吴军情有变？回丞相，是江夏有变。江夏？你不是说刘备实力有限，不足为患吗？刘备很狡猾，趁我们调兵往东吴布防，他却招募新兵，还日夜操练。又如何？刘备还不死心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，一定要铲除他。这些话当日我也是如是说，你说不好是意气用事，现在又说这番话一时一个样，算什么良策？算什么军师？荀军师，你未免转变得太快，确实让人无所适从。丞相，局势瞬息万变，所以策略也要顺势转变。当下刘备就是把弱势变成关键，一旦我们和东吴开战，他就坐收渔人之利，能够影响我们的胜负。你这么说，我明白了。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调转枪头，先对付刘备？不是，之前我们说过，一对付刘备，孙权同样会趁虚而入啊。哎，打孙权也不行，打刘备也不行，然则要鸣金收兵。荀军师，你莫非要我们大军做缩头乌龟？我们要劝降孙权，归顺我们。我真是如坠百里雾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荀军师，你弄得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敌人。越说越糊涂了，文若。丞相，我不糊涂，我越想越清楚。要不受到刘备的牵制，就只有解除这个牵制。要是孙权肯归顺我们，刘备必亡。也有道理，那同样也可以劝降刘备。除了刘备，还有关羽、张飞，他们三个同心，三个标榜仁义、匡扶汉室、宁死不降啊！哎，这步棋行不通。
相反，劝降孙权这步棋就大局已定。韩军师刚才问得好啊，哪个才是我们的敌人？两个都是。先是刘备，除去之后，孙权就从我们的朋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。到时候只有我和孙权单打独斗，黄口孺子怎么斗得过我？文若，在丞相。你这盘棋走得真巧妙，有你在，我军必定胜券在握。多谢丞相。好，好，好。曹丞相想与我结盟，收拾刘备，是一起为朝廷效力，为皇上诛除叛贼。丞相一向都没把我这个黄口孺子放在眼里，今天如此看重我，是不是我们东吴的兵力已经今时不同往日，连丞相也记我3分？丞相向来无所惧，只不过希望为朝廷尽忠。吴侯是会稽太守，也是汉室的命官，理应帮忙重建建元皇帝的盛世。而且只要吴侯肯联手歼灭刘备这个叛贼，有功于汉室，皇上自然加官进爵。丞相也再次保证，歼灭刘备之后，吴侯所得的土地、所得的权势一定会比现在更多。想利诱我，丞相是赏识吴侯，想与吴侯结盟。丞相从来都不喜欢利诱人，这个赏识会不会太迟？我开始统领江东多年，但是丞相一直对我不理不睬。因为吴侯今时不同往日，丞相要把握这个时机，希望吴侯也好好把握这个时机。是你们有求于我，你是何态度？结盟成功就是朋友，结盟不成就是敌人。你威吓我，没足够的实力威吓不了吴侯。你有细作，又有探子，我们丞相有多少兵，多少将，你会不一清二楚？荀彧，你好大胆子！你以为东吴的军力能够跟我们丞相抗衡吗？就算兵力接近，但是我军征战连年，经验也胜过你们很多。吴侯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，做丞相的朋友，总好过做丞相的敌人。荀彧句句进逼，威逼利诱，我家主公已经开始动摇。没想到曹操居然有此一招。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通报消息。我们东吴一旦和曹操结盟，刘皇叔，你就是我的敌人了。我一直视东吴为盟友。我也是，可惜曹操狡猾，东吴将来也未必安稳。但是目前最示威的是刘皇叔的江夏，一个曹操已经难以匹敌，加上孙权，江夏怎能守得住？趁早离开，另觅安身之地。追随我的百姓来此不久，船息未定，又要漂泊，到处受苦，我如何对得住他们？我要是不走，继续死守，恐怕会全军覆没，江夏尽毁，届时更对不起老百姓。要走可以走去哪儿呢？北边是曹操，东边是孙权，西边是刘璋，南边是山林瘴气，同样是死路一条啊！就是没辙。曹操走一步棋，孙权也走一步，逼得我们无棋可走。喂，吕信，你呀最多特别出人意表的想法啊，有没有？哎，历史这一科我最烂了。不过刚才听军师说，像下棋似的，被人逼得没棋下。说到下棋呢，我家乡有一科叫博弈论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博弈论有没有都说出来听听。那博弈论呢，是我弟弟念的，他经常拿来背，让我想一想啊。博弈论就是考虑对手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而做出的最佳策略。喂，不明白你说什么？我弟弟说话很深啊，我试试简单一点啊。就是说，
每个人都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最佳策略。等一下，何才为之对自己最有利的最佳策略是何意思啊？我常听他背这些，我跟着背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我试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在一条很窄的山路，有2辆马车迎头相遇，各不相让，大家起了争执，谁避谁就输，是懦夫。但是如果两方都不肯避，2车就会迎头相撞，两边都会车毁人亡。你们说，在这种处境下，何种最佳策略才会赢？怎么样？你快说答案呐！于信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这样，让对方看见我这样就会赢。绑着双眼就会赢？不错，绑着双眼，让对方知道我是看不见的。也就是说，由不得我选避还是不避。对方看见你绑着双眼，知道他要是不避开，就会同归于尽。哦，所以对方一定会避开，结局就是你赢。好厉害的博弈论呐！绑着双眼就能够逼对方走你想他走的那步棋。在我家乡，这招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摊牌。孙权，看来这次我一定要逼你摊牌。诸葛军师不必白费唇舌，本侯主意已决，不会与刘皇叔结盟。军师请回。一份是与东吴的结盟书，一份是向曹操的归降书。如今在我们主公面前只有2条路，要么与东吴结盟，要么向曹操归降，别无选择，因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。你这么说有何用意？你们选择哪一条路，不需要向我们交代。我们的选择对东吴影响很大，所以有必要向吴侯说清楚。结盟我明白，你们归降与我何干？要是我们归降曹操，曹操就再无牵制，可以专心对付他最想对付的人。危言耸听。都督认为，曹操忌我们多一些，还是忌你们东吴多一些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曹操大军加上我们，东吴必败无疑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以匡扶汉室、铲除曹操窃贼为口号，怎么会归降啊？人一旦走到绝路，就会做出以往不会做的事。你们看清楚这2份函件，我家主公已经亲自签署好，关将军、张将军跟我已经在主公面前立了誓，不论最后选择哪一份，我们都会誓死遵从。诸葛亮，你竟敢逼我家主公与你们结盟！决定权一直都在吴侯手上，这2份函件并不是让我们选，而是让吴侯你帮我们选。你要我决定你们的生死，也是决定吴侯你自己的生死。诸葛亮，你再不闭嘴，我砍你的头！吴侯，这是关系到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，孔明的人头根本不值一提。主公，无需理会诸葛亮，他只是在做垂死挣扎。不是垂死挣扎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个人真是聪明绝顶，胆识过人。他走这步棋，能够使他们绝处逢生，也叫我别无选择，唯有与他们结盟。吴侯3思啊！还3思？时间都已经被你浪费了。本来结盟这件事很清楚很简单，对我们东吴百利而无一害。你故意说河道淤塞，姗姗来迟，以致结盟这件事迟迟未决，还劝我单独跟曹操对抗，叫我游说所有大臣不结盟。如今如何？如今非结盟不可。你叫我如何向众大臣交代？身为主公的我颜面何存？主公息怒。你惹出来的风波，你自己去摆平。
我不会理会。夫君，你之前定做的衣裳已经做好了，你快试穿啊！来，起来。夫人，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，明天再试吧。有何公务要赶着办呢？先试穿一下嘛，快试试啊！哎呀，我不试了。一定要试，不合身的要拿去改。来呀，来呀！我都说不试了。你干嘛这么凶啊？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不试了，你听不到吗？你从来没这么凶骂我。别哭了，我已经很烦了。不是就不是。与刘备结盟，上次不是说了不结盟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天下共愤。若是我们与曹操合作，我们岂不是跟曹操一样沦为窃国贼？但是和刘备结盟，我们就是仁义之师，合力把曹操剿灭，就会为世人赞颂。都督，你之前曾说过，我们东吴可以独立抗曹，那东吴单独被世人赞颂，岂不是更好？曹操的兵力始终强大，若是我们跟刘备合作，胜算一定更大。都督，你也曾说过，说刘备一方老弱残兵居多，对我方帮助不大呀。话虽如此，但是士兵多一个就是多一个。你一时一个主意，实在令我们不解。听我说，结盟。结盟是不是一定会赢啊？输了如何是好啊？你们只会一再追问，一再质疑。有谁能够说出一个比结盟更好的办法？啊？我现在决定了，要与刘备结盟就要结盟。谁敢再多问半句，就是扰乱军心，下场有如此案。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於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愛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任是歸去有來。箭脈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現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